常常喜欢战术设计游戏，尤其是开放世界下的战术游戏。2017年育碧软件发售的《幽灵行动：荒野》就很好的满足了我的愿望。游戏中，玩家指挥幽灵小队在玻利维亚瓦解一个叫做圣塔布兰卡的贩毒集团。这款游戏最震撼的莫过于将广袤无垠的玻利维亚作为玩家活动的舞台。幽灵小队穿行于山脉、丛林、沙漠之间，配合动态天气和昼夜循环，玩家的战术处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过，游戏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任务的重复性太大。贩毒集团圣塔布兰卡每一位组织成员的介绍看似人上100，形形色色，但处理起来区别不大，几乎都是抵达目的、击杀目标的路数。然后常常认为游戏的任务是死规矩，但玩家的思路是活泛的。在开放世界下，其实我们可以有多种战术处理，如白天正面冲破哨卡硬刚，夜晚前行暗杀，驾驶飞行载具来一个死神天降，或者招纳近20名小弟打响局部战役。这就是开放世界下战术设计游戏的别样魅力。只有搭配游戏庞大的武器库、决战的自定义武器配件系统，想在当地称雄问题不大，关键是你想用什么方法登上巅峰。不过想要玩到《幽灵行动：荒野》这样的游戏，已经是2017年了。如果时间回溯，地球上的玩家最早能玩到如此精美的战术设计游戏，会是在什么时候呢？敖厂长个人认为，这个时间最早应该在13年前，2005年卢卡斯艺术发行的 Xbox 初代游戏《雇佣兵战争地带》就已经具备了所有开放世界战术设计游戏的元素。然后再往前推移，1999年 Take-Two 公司发行的《猎鹰行动》就已经具备开放世界战术设计游戏的雏形。然而，等敖厂长最终确认世界上第一款开放世界战术设计游戏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定格在了1991年，距今整整27年。没错，在27年前，你就有机会玩到一款开放世界下的战术设计游戏。不要走开，马上给大家带来最为震撼的揭示。在哥们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猎人。猎人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游戏，它于1991年登陆雅达利 ST 平台。雅达利 ST 是雅达利公司1985年发布的个人电脑，而电脑的操作系统是雅达利 TOS。放入猎人的游戏软盘，我们可以在 TOS 系统上进行类似 Windows 的视窗化操作。用鼠标双击软盘驱动器 A 就可以看到游戏文件，在文件夹中双击游戏应用程序就可以进入游戏了。在1985年，你就可以做到类似于现代计算机视窗化的操作了。不过，我们目前运行的是1991年的开放世界战术游戏《猎人》。就游戏，我对游戏的实际表现并不满意。因为雅达利 ST 电脑平台实在是太古老了，受限于机能，游戏中只能使用合成音效，因此你会发现海鸥发出的声音很奇怪。敖厂长一直致力于把古老游戏最完整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因此我在资料上发现猎人还发售在了 Amiga 电脑平台，于是再度委托哥们带来了 Amiga 500电脑。这是 Commodore 公司1985年发布的个人电脑。电脑操作系统是 Amiga OS， 和电脑一同带来的当然还有猎人的 Amiga 游戏软盘。进入游戏后，我欣慰地发现付出没有白费，在 Amiga 机能渲染下，游戏中的海鸥终于发出了正常的声音，而且海鸥数量更多，游戏画面也更加平滑。你已经发现了这款1991年的开放世界战术设计游戏，并不是那种简陋图像的画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 3D 游戏画面。游戏的海鸥在天上盘旋之际，居然还会在地上投射出阴影。玩家需要控制一名盟军战士寻找敌军将军，并且杀掉他，就算完成目标。震撼的地方来了，玩家可以操作士兵随意四处行走。在地图界面，我们可以看到辽阔的海陆地图，这些都是你可以活动的范围。而玩家甚至能够在水面游泳渡海，连游泳姿势都像模像样。辽阔的地图上全部使用即时演算的 3D 矢量图形，这已经达到了1991年机能的极致。在如此广袤的地图上，游戏竟然为玩家提供了大量的交通载具进行操作，在海面巡游的快艇、闲置在野外的自行车、
性能稳定的军用吉普都可以供玩家操作。而玩家在使用帆船时，不仅会先扬起船帆，还会自动换上泳裤。接着我们看看下面一个细节表现，绝对让你惊叹。奥特战进入了一个车库，发现了一辆卡车。这个卡车可不是场景摆设，是其旁边的油箱。进入卡车为其加油，发动汽车驶出车库。我靠，你能想象27年前你就能做到指令如此犀利的操作了吗？如果你深入敌军腹地，甚至还能抢夺 FCA 步战车和坦克，你能够一边行驶一边操作火库开炮。而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们竟然能够驾驶直升飞机！我去，这尼玛海陆空样样齐全。而每一款载具的操作方式也有所区别，而能够支撑这套系统的，恰好是游戏庞大的3D 即时演算场景。除了岛屿、丘陵、山脉决定的地貌多样化，自然环境也是栩栩如生。在海边寻觅的海鸥，四处蹦跳的兔子，活泼游曳的小鱼，还有见人就跑的小鹿。你甚至还能看到驾驶越野车的偷猎者。1991年的猎人已经有一套简单的生态系统来丰富游戏场景了。玩家在海中渡游，甚至会受到大白鲨的袭击。在荒漠中行走太久，天上会有秃鹫在你头上盘旋，等待你倒下分羹。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而当玩家获得时钟后，就会看到游戏其实是24小时制的，这使得游戏在当时就拥有一个实时的昼夜循环系统。当夜幕降临时，玩家竟然可以使用闪光弹照亮夜空进行夜间作战。更让我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是，游戏的每一栋建筑物都可以进入，我操！而每一栋建筑的室内装潢都有不同，作战指挥室的讲解黑板，监狱设置的马桶，平民建筑的电视机，教堂的五彩玻璃花窗，甚至猎人小屋悬挂的兽皮。我已经反复强调，这是一款1991年的古老游戏。而游戏的敌人也不是吃素的，身着绿色军装的你遭遇身着红色军装的敌人，就会遭到盘问甚至攻击。他们不仅有狙击塔远距离击杀你，还有海岸大炮和海面水雷防御你渡海偷袭。当你驾驶装甲车深入腹地，他们会出动坦克截杀，你可以和他们进行一场坦克大战呢。当然，防空雷达全天候工作，甚至会派出空军将你拦截。想象下27年前全3D 即时画面下的空战是多么的刺激。如果你技术够好，甚至能驾驶直升机做出特技动作，规避SAM地对空导弹。游戏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击杀敌军将军，那么大片地域哪去找人？接下来游戏的超自由玩法更是会让人跪喊牛逼。理论上，击杀敌军首领，你需要按部就班的在总部收听简报，拿到作战装备，甚至去黑市换取高阶武器。你还要通过交换情报知道关键地点的坐标。坐标是游戏中比地图还有用的参照数据。而常常经过大量时间探索，拿到了很多关键地点的坐标，接着就可以前往目的地完成任务了。然而，当你2周目开始任务时，将军所在地的坐标是已知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战术来虐他了。如果你一身套装，完全可以巴祖卡和手雷开路正面杀进去，你甚至不用钥匙就可以进入建筑，因为你居然可以用爆破武器炸毁建筑！我操，这游戏简直逆天了！你当然也可以开坦克冲进去轰个精光，开飞机直接降落在将军头上也行，但你必须对自己的降落技术有十足把握。但你可以直接使用降落伞进行空降作战。然而，游戏最屌炸天的是提供了玩家另一种战术，你可以在野外捕获兔子和鸡，烹饪成食物，用来贿赂敌军，直接进入敌占区。你甚至还能偷窃敌军的制服，换上敌军的制服，直接混入内部进行参透。或者你扮演成敌军医疗兵，开军用救护车去敌后夺取医疗物资，这简直是超神啊！1991年，你的战术选择就可以有极大的发挥空间，而这一切发生在这个已经有了开放世界基本规模的地图里，而所有的一切又是以3D 即时演算图形实现的。不过很遗憾，这款游戏金玉其里的内容却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游戏名字“猎人”，外加一个意义不明的丑陋封面。最后在1991年登陆了2个已经进入末年的电脑平台。游戏史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3D 开放世界战术射击游戏就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今天当敖厂长交集挖掘出来时，这令人震撼的过去不得不让我由衷佩服。